你不会用 Chat GPT 去提问啊，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所以呢，我们在去用 Chat GPT 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小模型跟 GPT 这个大模型给它结合起来，你才能让它爆发最大的威力。那我们在用 GPT 去提问的时候，要注意2个核心的原则。第一个呢，就是要选好关键词；第二个呢，是要注意给它限定好边界。什么叫做关键词呢？有的人把它称作细胞词，有的人把它叫做种子词，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去提问的时候，到底要针对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概念或者现象去提问。因为我们在学术上的很多的概念看着长得很像，但其实意思都不一样。比方说治理和管理，比方说教育和教养，那这些词的意思都有细微的差别。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首先选好那个关键词的表述。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边界的问题。大家知道，我们的社会科学呢，它是有差异性的。比方说，中国和美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内部城市和乡村的情况不一样，不同的大学，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他们之间的情况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在用 GPT 去提问的时候，我们就要限定好，到底你是在哪一个边界，是在哪一个界限里去讨论问题。我们把这2个东西都讨论清楚呢，我们才能给 GPT 划定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的界限。大家可以想象，就像我们首先有一个圆，这个圆就是 GPT， 然后我们第一个限定的话，我画1条线，再来一个限定就画2条线，再来一个限定就画3条线。最后呢，你会发现画了多条线之后，就会剩下一小块非常小的面积，而那个最小的那一小块面积呢，其实就是我们用它去提问想要达到的那个具体明确的一个结果。好，那下来我们会用 ChatGPT 来把上述这2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用 GPT 来跑一下，大家一起来看看效果吧。好，那我们以下呢用 GPT 来看一下怎么样理解这2条关键原则。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关键词要精准，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提问的边界的问题。先来看第一个，假设有一个研究者呢，他把家庭教养和家庭教育这2个词呢理解成同样一个意思。那如果说他选择了其中任意一个去做检索，或者让 GPT 帮他产出内容的话，那可能会产生一些偏差。我们来看我们先用这个任务指给模型，就让它简单的推荐选题，比方说请推荐关于家庭教养领域的10个论文选题。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推荐的10个选题当中，有的比较偏重教育的方面，对吧？有的比较偏重亲子关系。所以我们其实从这个里边看，它其实理解成把家庭教养理解成家庭教育以及家庭养育这2个环节，而家庭教育呢，其实更多的就是讲这种知识的学习，对吧？技能的学习，而养呢，更多的其实指的就是情感角色的培养。那我们再来看，如果你换一个，你说请推荐关于家庭教育领域的10个论文选题，你把这个教养换成了教育，我们再看看它给的结果。我们看看这一版的结果当中，它给的更多的就开始偏重于像学习这部分更多的是教育语言这些东西都是教育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细微的语词的差别，就能够看到我们在去选定关键词的时候，一定要高度的精确和凝练。大家呢要把这些关键词放到中国的知网，或者放到英文的谷歌学术当中，其他的引擎当中呢，你去检索一下，你看看这个关键词到底能够出来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对吧？有的可能确实最后被证明不是那个最合适的那个关键词。好，你看，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关键词换成再加一个关于家庭美学教育领域，这个时候他出的10篇论文的这个推荐的选题就完全会聚焦到家庭美学教育领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你关键词使用的精准度是能够影响你所要拿到的结果的。这个在大家进行选题的时候尤其重要，就是我们不能把选题做得特别大，你的那个关键词呢越具体越好因为当前其实我们整个的研究领域，在任何一个细分的研究领域都有非常丰富的研究，所以你的问题提得太大，你这个概念提得太大，最后呢就是会让导师说你的选题过大这样一个问题。然后下来呢，我们再看加这个限定的问题。比方说我刚才提到的国别有限定，对吧？区域也有限定不同的这个类型也有限定。比方说我们加上中国，我们分别看一下，如果你给它加上中国、加上美国、加上印度，它的结果会有什么不同？我们说请推荐关于中国家庭美学教育领域的10个论文的选题。你看关于中国的中国的
第一个，中国传统美学教育，对吧？我们知道我们中国非常讲究传统文化，这些年其实也有很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研究，包括注重国学等等，对吧？还有你看第二个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包括与现代价值观包括家长如何正确看待审美包括老年人与孩子共同参与的跨代家庭美学，还有生态环境保护、家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你没有看到，如果你给它添加到中国的时候，它这个算法立马就会跟中国的一些特有的要素相结合，像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吧？中国的老年人，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老年人帮着带孩子，对不对？还有中国的家族文化、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跟咱们中国的具体的国情相结合的，所以它的算法会有引导性。那我同样，我把中国换成美国，请推荐关于美国家庭美学教育领域的10个论文选题，你看看美国的。他会讲美国的历史现状，对吧？美国不同社会化背景，这是不是美国的一个特色？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对吧？所以它有多种文化多种种族都在美国来去生存。还有像家庭美学教育的未来职业发展，我们知道美国是非常注重职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环境，对吧？积极参加文化艺术活动，包括社会公民意识、性别平等教育等等。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当中呢，给的结果就更加跟美国的这些历史文化的特色相结合。再看看印度请推荐关于印度家庭美学教育领域的10个论文选题。我们再看印度的印度传统美学，印度也有很多传统文化，对吧？像这个青少年身心健康，包括未来职业的选择，印度传统文化，印度也有这种性别平等的问题，社会公民意识。印度同样也包括多元文化背景，对吧？所以你看，在中国的这种选题当中，它就很少给你多元文化背景，因为我们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但是印度也有多元文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加了限定之后，它给的结果也会进一步的聚焦，或者进一步的呈现出来不同的结果给到我们。所以呢，我们从一开始呢就要特别明确我们使用什么样的精准的关键词，以及这个关键词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什么样的界限之下提出来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高质量的回答。好，那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结束。